边还有一片小胡同。我就看地图上这片，觉得有点兴趣。西单菜市场，1919年开业，上世纪20、30年代最盛。哇，作为露天市场，我还有点印象的这个，虽然说印象不是太足了，小的时候还是见着的。口袋公园，亨德利表行，30年代，1915年创建。2017年改造变成了小公园，以前可能是胡同的一些楼，就是平房。这2年过来的时候，这边一直搭着架子挡着呢。这个老西单大街，那会儿西单这丁字路口真的是，想当年也是堵车大户啊。1957年的老照片。这会儿咱们没见，再往后一点。对。就80年代的时候，西单已经稍微变了点样，就至少有西单商场了。好像有点印象，这个西单商场。这原来西单商场最老的那个楼，后来加盖了嘛，之后现在又重新整修。现在好像是外部没有变，但是里边前几年重新修了一遍。反正每个胡同都是进门要早。对啊，因为人家就算居民区了，很多得进去跑。西单不是西城区管得严。我还是想进去看看。那就进去看看，早呗。还有回去。现在这些个浮雕做的都挺好的。哇，老北京馅饼粥。今天人家早上吃什么早饭，咱就应该一大早吃早饭。这种胡同里可看的，又好吃，是啊，又好吃又便宜。你看那个，刚才什么还写凉面16块钱，也不便宜。可以再吃一顿。吃不下，留肚子吃饼干。酸辣粉，哟，看着门脸不大，里边盘还挺大。这现在西单这边，可能也是因为是挨着西单大街，所以里边好多其实都是饭馆。就你以为是民居，但实际上进来好多都是。哎，这个小院挺有那个感觉的。让进吗？没打你。它这个门用的还挺好。可以穿过去。来胡同里边溜达会迷路啊？对啊。就你看着这边像是大路吧？对，你看着门脸不大，进去觉得没多深，一进来真的是曲径通幽。哎呀，哟，这个门有点意思。这小门挺带劲的。这看里边还有，好像是一个废弃的房子，但是好像也有。这个好。这个是原来老房子，然后有一些新建。你看这个，特别明显，原来4合院的那个老。你看这个，真没想到在这儿会有这种宝藏。对，这真的挺宝藏的，就是。人家这小院儿。这像是道。许多
都是后建，也有些年了。对，但是不像这个，就是属于明清时期的古古。你看梁和房檐还都是原来的那种木质，墙应该是后期加固的，但是梁和房檐没动。还有那个门也应该是有些年头了，门得50、60年代的。你看它这也有那个房屋修建公司，就是你需要修缮。就是不住在这儿，觉得住在这里是多么 romantic 的事儿。所以你看这个，可能它跟里边的那个宅子是一个，这有可能是原来那种大户人家的后宅、女眷，或者说就是一些内史人的这种。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楼呢，就是它这种都是后来建国时候重新建的，然后这那宅子真的是。你想，原来西城住的全都官宦人家，就是南贫北贱，东富西贵，西城住的原来都是官儿，这宅子都大，它宅子都是4、5进院，甚至就是2、3进，甚至4、5进院的那个大宅子，这可能就是人家那个后宅。哎，看有点那种月亮门，然后进去，然后。就现在仨的看不出来了，但是那个当年应该是东西厢房都有。就是有点大杂院的感觉。对，这边感觉就都是后建的。我觉得咱们丢了。丢了。这不是刚才咱们进来的路。对。哎，这儿居然有个小门。闻着了吗？哇，这个门应该是个老门，这肯定是个老门。来，这么高的门，西单还是可以发现最高的。对啊。你看，哎，这台阶肯定是后修的，那个大户人家的侧门。天门。一江入狱。所以它虽然是后砌了墙，但是你明显你看院子。从这个边缘到这边这一溜，肯定是原来人家后宅子门，这是后门。就那个年代的话说，有可能这就是，比如说家里老爷娶小妾，就是从这种门抬进去，小妾是不允许。应该就是在这一片里边溜达一下。对。哎，跳房了。哎，这肯定小孩跳的，脚都走。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好。溜达到东单去了，说好的去西单玩去，从西单直奔王府井。这边这都是新修的哈，就说是新也是所谓的新，就是建国后，就不是明清时期的了。刚才那真的是明清时期的老梁、老宅子那个。啥？又像这个？有点像。这个门是挺那个，我觉得这应该是老屋子，这肯定是老屋子。对，应该得可能几十上百年了。门框应该也是老屋子，但是上面的画是重新画过的，但人家还装了探头。你看呀，这上面这啥没改电。是那个西城那个小孩真爱是今天还是中国？是价格都没起床。这地应该都是50、60年代的。就这种胡同呢，你说新也没多新，说老也没特别热。但是你看这个，
那个时候配水沟去，也挺不错的。配水沟可能比较新。不是，这个是新的，就是这个套是新的，但是这个沟以前就有。你看那个砖的颜色，能看到不同时代的。就这种房子是后来弄的。你这个小有点小，这个小有点小。一个4合院。对，就是普通人家没进去过。不过现在真的是就是因为住的人多，然后家这些房子不断有人嘛，基本看不出来。所以其实这个红砖的如果去掉，对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想看那个时候那个房子，然后你家还有装饰房间，你想看那个时候房子的那个户型儿，还是要考虑去那个大观园。那个基本上恢复的还是挺有，我感觉这边都是后来搭的平居。就刚才那个宅子应该是挺大的一宅子的美，但是估计也拆的就剩下个后院。那门上弄挺逗的，一顶房。可能这就是喜欢这地儿的风格。找地儿坐着喝点水，吃个早饭。再吃一顿。吃不下，你早上给我灌那么多，又是香蕉，又是面包，又是咖啡的，我哪吃得下？西单智库，你看这看着是那啥，实际上全是小架子。这边商业气息比较浓，你看起来其实民居也不是没有，但是就是明显比南城那边要少一些。可能一些民居是这些个做生意的，在这住。对，也有老北京。刚才你看咱进那个院，那俩院里住的都是老北京人。但是这边就是你看，就明显是稍微宽一点的街，就是以前要像这种就属于能走马车的街了，宽的街了。就这边就基本上都是门脸了，门脸居多。但甚至就这种可能里边是民居。现在他们也都是就是民居，他们也弄一大门，里边几户，一个门洞进去，里边几户。这边有人做核酸的还是干嘛？排队买东西，还挺长队。看上面牌子，美联副食综合商店。哇，这牌子真的，至少是50-60年代，对，50-60年代。哎，也不一定，那会儿70-80年代，反正是老了。对，50-60年代好像还没有这种综合商店这么一说。可能有，不好说。这边感觉都是新盖，你看那个棚檐你能看到颜色也不一样，就是这种就属于新盖的。这些个，这边属于楼房。那个时候西单楼房挺少，都是后改建的。那早先这边花开富贵。哎呀。太阳能的了，带监控。西城这边就是有钱，
弄得好。这是西单大厦的钟声吗？像是。我都表慢了1分钟了。哦。那9点钟。他好像是会提前一会儿。哦，哇。应该是9项。感觉挺奇妙的，就是有点突然穿越了的感觉啊。可能住在这儿的人天天听不觉得，是吧？但觉得咱们这个没听过，但是又不老听。对，就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听过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再来这儿又听一次，感觉挺奇妙的。这片我们在地图上都没注意到的胡同，完完全全地勾起了我们在胡同中生活的回忆。刚才在空中回荡的钟声，更是把我们拉到了那青涩的年代。酥脆的香妃烤鸡，口感和味道令人回味。护国寺是很地道的北京小吃店。离开胡同后，我们继续在街道上溜达。接着我们来到了北边的太仆寺街，因明朝时这里设置的太仆寺而得名。太仆寺作为中国古代的几大重要机构，主要掌管车马，是兵部下属机构，清末并入陆军部。作为一个北京人，经常光顾西单大街，却从未进到东边的街道，所以在我们眼里，这太仆寺街也很新鲜。红红烤鸭店，还有个酒店，真的是挺迷你。仿古建筑。哎，不过要说起来，西单这块的买菜什么的便民方面确实不如咱们。我们这边还是有挺多小吃摊。进去看看吗？虽然也是仿古建筑，应该就到这儿了。府右街宾馆是个内部设施齐全的酒店，它旁边的局区是有名的北京菜餐馆。你看他们现在都是就是一个门洞，进去好几家，就大街面上看就一个门，家里边很多家。搁门口等一会儿。这个大街不用扫啊，是啊，它属于走车的，这条是主干道，然后它走每一个胡同进去。这是消防中队的。可能吧。前面的墙是什么墙？你想想，西单过去，南海，中南海。哦，咱们都到这里了，中南海。所以还是走到了东单。我来到这里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我好像顶多是骑车从这路过的。这块的感觉也还不错。这个乌鸦叫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大街，又宽，然后中南海好几个门口都有站岗。啊，不过这边这2年修的还挺规整的，多新鲜！市中心。这条南北向的街道是府右街。在老北京时代，左手边的红墙是皇城的西墙，墙的那边是中南海。这条街在明朝时叫徽厂夹道，当年袁世凯掌权时将总统府设在中南海，这条徽厂夹道就改成了府右街。文革的时候一度改名成了韶山道，然后又改回来了。至于中南海，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办公场所。这片地方挨着紫禁城，占地大概100公顷。中南海里有一半是湖水，也就是中海和南海。历史上与北海一起称为太液池。金朝的时候是燕京8景之一。明朝时中南北3海的建筑群定型。清朝光绪皇帝因为戊戌变法失败，被囚禁在南海中的瀛台。义和团时，中南海的文物被俄军抢夺一空。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，中南海几经沧桑，最终在建国后结束了动荡。
往那边走。哦，往那边走的话，就到天安门了。就去东南了。眼前的红顶建筑是怡亲王府。怡亲王永璇是乾隆的第8个儿子，在1799年被封亲王。他的长子在此后袭封怡郡王，这套府地也被称为怡郡王府。随着后代逐渐降爵，最后在光绪年间迁走。这会儿啊，正好开槐花，槐树还挺好看。我那棵槐树得有100年历史了，挺老的。王府在1906年被改为邮传部，民国时改为交通部、北平广播电台。建国后，现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文化局。哎，你别看，这槐花还挺好看，这个路。虽然说它那个颜色跟绿太接近了，要是红色或者粉色，就跟樱花一样。这槐花它本来就小点点。这个蘑菇好像挺老的。啊。这好像咱挺小的时候就有这个。电报大楼。我好像还曾经来这儿办过业务。曾经好像很多那个通讯类的都得来这儿办。刚才的事儿就是这儿想的。你确定吗？是吧？可是我怎么觉得当时在那个胡同里边，我感觉声音是从那边传。我们声音的传导，那是因为它是在高空回响。电报大楼从1958年竣工后，一直作为北京与外界通信的主要场所。90年代电报业务下降后，逐渐转为数据和网络业务中心。直到2017年关闭了营业厅，电报大楼这名字才成为历史。即使已经没了原来的使命，电报大楼仍然会在每天7点至22点的整点响起钟声。继续往西走，可以看到写着人民邮电的工业化信息部，里面是中国联通的总部。那边跟棋盘似的，充电的吗？不知道，像是太阳能板，但感觉这个角度你也晒不着太阳。能这点电就够了吧？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感谢。咱们下回见。